从小就是朋友。7年前，新宇和他的全家去了法国，我们一直有联系。今年年初回来，他准备办画展，本来决定还要走，但听说交了个男朋友，就留了下来。那男的我没见过，听说是个挺不错的男的。原定3天前开画展，没开啊？你是7天前9月10号晚上8点钟跟他通的最后一次话？当时我正忙着那个拐卖人口的那个案子，本来我是答应要来的，可是忙，直到今天才有空。邓老师，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这吃荤呐，就比吃素的养人。看您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是吗？啊，是我倒觉得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好看多了，好看多了。你最爱喝的栗子鸡汤已经炖上了。谢谢。我昨天梦到我妈妈了，她从去世到现在已经有30年。那我陪你去给伯母上坟吧。我想明天就去。这1个月你已经耽误不少事情了，不能再把学生丢下不管，要不然我真成了误人子弟的罪人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看你，怎么又上扰了？我不是送你一个电动的了吗？我要早点认识你多好。我也这么想。哎，对了，那钱……别再提这事儿。生意上的事情我自己解决，那钱你留着防身用。我喜欢你，就因为你不是围着男人转的女人，独立，而且自主。你又夸我了。
多男的了，连其他女的都没有，全是你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他还欠我半个月房租呢。没关系，钱差不了你的。等把案子结了，他们家里人会给你的。说说租房的事儿。这是不是像电视里说的那种呈堂证供啊？你看的都是港台电视剧，咱们这儿不用这词儿，实话实说就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个辛小姐，不对，我应该称呼她死者吧？那是我们的叫法，你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。是。哎呀，这个辛小姐是通过中介公司找到我的，当时定的是半年交一次钱的合同。按理说她前半个月就应该交我房租的，可是辛小姐又找到我，她说最近要开个画廊，资金比较紧张，周转不开。我这人就心太软，让我宽容一下，我就答应了。他怎么没给我提过这件事？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或者通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他怎么说房租的事儿？最后一次见面是半个月前，打电话吗？是前天。他说明天给我钱，您瞧，啥都捞不着了。听说她有男朋友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你好，刑警队。哎，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上午来开个会啊。对。宋武，清明，赶紧去一下，有事及时通信啊。哎。死者辛瑜，法国华侨，今年33岁，1969年的7月17日出生在平昌医院。他的父母都是学术界的高级教授，另外他还有一名73年出生的弟弟。93年死者24岁，从美术学院毕业。他曾经和他的同学举办过个人的小型画展。96年随全家一起移民到法国的凡尔赛，在当地的中央美院攻读硕士学位。2001年已经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华裔女画家。今年的2月21日回平昌举办个人画展，为期半个月。3月3日跟房主冯海签订了福港区马尾胡同59号的房租合同，房子是一座独立的2层小楼。由于死者的生活习惯加之性格孤傲，就连周围为数不多的街坊也很少见到他。7月10日租赁画廊准备在9月14日开业，但是没有开成。9月17日下午的1点28分，由第一证人肖云发现死者，当即报案。情况基本上就这些。死者的死亡原因正在检验当中。元马，你去查一下死者的私人账户。是。死者的手机是神州行，手机上的号码全都给消了，只有家里的座机可查。何月，你负责。是。李队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半到5点半，身体的软组织没有淤伤，胃内也没有有害物质。致死的原因是左腕由外至内的割伤，失血量过多造成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一般以自杀假象来掩盖他杀的案件中，凶手往往会忽略重要的一点：如果死者是自己割腕，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，伤口一定是由外至内，而且是由深至浅。心雨他绝对。你先别着急，你听人说完。
死者腕上的划痕跟那个刀片的划痕完全吻合，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，这个刀片肯定是置死者于死亡的工具。是谁想让他死呢？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有。这个刀片很常见，随便在哪个商场都可以买得到，但这个刀片肯定是被人用过的。由于放置的时间比较长，使用者的细胞纤维组织很难提取到，需要用静电扫描技术才能完成。最快也要后天下午这个时候才能出结果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使这种刮点刀片？我都不使了，越使越害怕。我现在换了一电动的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用刀片吧确实有点危险，但是使用者基本上可以分为2种。第一是习惯，第二嘛就是迷恋刀片和皮肤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和感觉。这是一种变态啊！倒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和人的嗜好不一样。这嗜好我理解不了。这个刀片儿肯定是那个男人的。谁？啊，这个死者呀有一个神秘的男朋友，谁也没见过，现场也没见过照片，我们不知道是谁。够牛的，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只要是人干的，这个案子就一定能破。怎么样？我看他现在有点像老周刚牺牲时的样子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好。哎，再看看指纹方面，有没有新的发现？我们从画廊和死者家里提取的证物，除了肖云和死者的指纹以外，暂时还没发现其他人的指纹。那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忙着啊。哎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好嘞。别啰嗦啊，简单一点啊。哎，那家伙那脑袋长得圆的，今儿啊，我一进屋就看老板那屋那门是开着的，我当时以为老板想闲屋溜味儿什么的，想通通风透透气儿。可谁知道老板没出来，那贼从屋里拿一包出来了，就是那包，您看，就是那包。然后当时我就叫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站住！”然后他不理我，他一看我就往门角那儿跑。当时我急了，过去一飞踹就给他办了，然后紧接着我们俩打起来了。店里那王哥、刘哥都忙着呢，大概是没听见。我当时想叫他们来的，但我一想，对我那么一贼，我一人应该能搞定。后来就是他打不过你，扔那东西就跑了。你呢就是想追他，想到老板东西呢，你就放弃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没错啊，怎么就跟您看见了似的？然后后来我就打110了，然后我就告诉老板，然后当时啊我是这么想的。行了，甭想了，这是你们店主的吗？这是我的。你就是店主韩学兵啊？来看看丢了什么，做个笔录。我看，也就是一般性盗窃案，问题不大，我交给反扒组就完了。你不觉得他对这事儿的态度特从容吗？是吧？觉得有问题啊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然后那几张纸啊，就你别说了，没你事儿了，干活去吧啊！我打110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她那个男朋友叫赵建，具体干什么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其实我也是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那么一耳朵，真对不起，给你们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了。你提供的内容呢，涉及到很多时间，我需要确认一下。2月25到3月17号，你开始做死者的经纪人，帮他卖画，联系画商。
在这期间，你知道死者交了一个男朋友叫赵健，两个人感情十分的投入。这中间，你还给死者打过电话，但是都被婉言谢绝。8月13号，死者呢重新开始跟你联系，并且低价出售了他10多幅作品，总共人民币是10.7万元。最后一次见面是9月7日，死者以开画廊做点缀为由，拒绝你帮他出售他现有的13幅作品。喂，李队，我是袁猛，现在存折上还剩了345块08毛。7月15号这一天，一共提走了40万。还有呢？这个账号开户的时候是80万，每次进出都在上万。另外还有一些名牌商店、饭店、美容院、娱乐场所的刷卡记录，就这几项差不多是1半的比例。然后是签订画廊的房租合同，时间是7月10号，这跟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对，房租36万，装修费是16万，画廊没有开业，也就没有进出。哎，李队，还有，我倒是发现他这个国外的信用卡好像有些问题。唉，女人呐，怎么没了感情，就好像没了生命一样，真可惜，连她自己都搭进去了。其实挺一挺也就过去了，何必要死呢？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她的遗作？要不要我帮忙，把它卖了，换成现金给她在法国的家人？他的家人就从法国过来处理他的遗物，我们无权过问。来，在这儿签个字吧。原本有15万欧元，7月17日全部提走。来，您签个字。还好，摔坏了几件玉器，别的没丢什么。韩先生对动画也感兴趣啊？麻烦你了。哎，客气。那行，先这样，韩先生，有什么情况呢，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啊。还有呢，有句话我必须得说，一定得加强这个保护措施。您平时经常不在家是吧？得派人守夜，小偷都贼着呢。我在从开业到现在就这么一回，我以后尽量少给你们添麻烦。我也就是偶尔跟朋友聚聚，平时都在。啊，那就好。那行，先这样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谢谢。刘哥，我今儿不跟你们吃饭了啊，晚上我朋友来找我。老板，您还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对，没错，最多的就是神州行的这个手机号码。近1个月内基本上天天都有打出，但是没有通话记录。哦，对方已经停机了。总算有点成绩，知道了一个叫赵健的人。光知道有什么用啊？还要找到他。不能一口吃一胖的，那么多的人，即使刨除外地和出国的，这也不是1天2天能干完的事儿。这些人，我想到他们家里去找。
累了吧？歇着吧。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心雨虽然傲气，但是总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。我觉得凶手就是赵健，这只是我个人看法，没有证据，对吗？只要是找到赵健，事情就会弄清楚。这是你肚子在响吗？饿了。那我们找个地儿吃点东西吧。好啊，好。说好了回去陪老婆吃个饭，这事儿又得挨骂了。你好像对韩学兵挺感兴趣，也谈不上什么兴趣，我总觉得这人有点怪。哎，我老觉得身上有股凉气。哈哈，挨着他合适了，省空调了。今天我就不过去了。对，好多生意上的事情要处理，何况明天还要去给我母亲上坟。我只是想多听听你的声音嘛。当然了，你不要那么着急了啊。我相信一切都会解决的。啊。我听你话了，都喝2碗鸡汤了。感觉嘛，不像以前那么腻了。你还说呢，人家以前不是吃素吗？啊，那好吧，明天晚上见。那我挂了啊。好了。看什么呢？都来齐了是吧？那个盗窃案啊，转给反扒组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大伙儿全办这个你画家死亡案。懂我？天明，材料都看了吧？差不多。通过昨天的调查啊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。这个案子与死者生前的男朋友有很大的关联。看看这日子，待会儿注意看一看。这个男人对死者生前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。听说是个叫赵健的人，现在没有人见过。从死者家里座机的记录上看，这个男人7月20号以前与死者有过频繁的联系，之后，这个男人就消失了。有一点值得注意啊，从7月15号开始，死者从中行分3次提走了40万现金，17日又提走了15万欧元。嚯，这女的真有钱。谁要跟他在一块儿好？说正经的，一提钱就来劲。8月13日至9月17日，死者又卖了几幅画，共计卖得人民币10万7千元。由于这笔钱没有存入银行，所以去向也是不明。那么这笔钱哪儿去了呢？跟这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呢？
死者死亡的原因跟这笔钱的出处有没有关系？这是需要我们下一步急于解决的问题。这怎么查呀？先不说这些钱，就说这叫赵建的，从18岁以下到70岁以上排除出去，加一块也得好几万，等于还是没线索啊。没有线索也要找线索，没法查也得查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叫吕丽，今年24岁。谢谢。下星期您肯定会收到画稿的最后部分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对不起啊，我接着说。那次美学研讨会说是研讨会，不过就是一个交流信息的机会，多认识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。说白了就是发名片和收名片。我想这就是心怡小姐有我名片的原因吧。隔了3个月，我还没忘她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我一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她衣服上了。当时我很不好意思，本来呢想陪她去买件新衣服换，可她当时根本就没理我。她当时接了个电话，她看了一下号码，叫了一声学兵，就出去了。学兵，不是叫赵建吗？赵建。哦。你有没有听错啊？赵建跟学兵这俩名字相差太大了，怎么会听错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着？就是昨天那起盗窃案，天都古玩店的老板就叫韩学兵。这名字里边叫学兵的多着呢。韩学兵。不单是这个，关键是那张照片，就是死者倚着墙那张。什么？韩学兵手里有3张动画效果图？其中有一张女主角的死状，跟死者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据他店里的雇员小东子说，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你马上跟那小东子联系，想办法弄着韩学兵的头发。哎，还有啊，看看韩学兵是不是用刮胡刀。他还真的用刮胡刀片啊！我都没想到，就是上次您跟我提过一次，我就给您留神了一下，还真发现把刮胡刀，那肯定就是刀片啊！我又怕让他发现，我从垃圾桶里找，嘿，还真找着一片他用过的。他早上去哪儿没跟你们说吗？他办事儿倍儿神秘，从来不跟我们提，就连跟他2年那刘哥他都没提过，何况我呢？但我估摸着呀，找姑娘去了吧？哎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啊！去吧。辛苦2位了啊！
电话号码139，不是那个号码。哎，技术科的人怎么说啊？头发还有刮胡刀片，得到明天下午3点以前吧，一起出结果。盯紧他。珊珊姐，你为什么不把画的事告诉队长啊？猜测不能成为法律证据。反正他已经出现了，再过5个小时，技术科的检验结果就出来了。我能等。这家伙太狡猾了，账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哎，何月，我到技术科等，这儿一有什么情况你通知我。好。哎，小林姐，啊，你快看，这是新云的手机号。9月16日19点33。死者出事前给韩学兵打过电话。队长，我都听见。是妈呀！我最近太忙，有时间我去看您去，您说。回来，刘毅，休息。法律政策我清楚，您不用分着问了，我全说。我跟新宇是在他画展上认识的，我们都感到这是一段宿命般的姻缘。
发展很快。我老婆死的时候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不会再结婚了。肖警官，我曾经见过你和新宇的合影，也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他曾经2次提出来要我见你，都被我想办法回避了。当我觉得我也要真的爱上新宇的时候，就准备跟他分手。没想到他发现了我心里的秘密，居然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打动我，提出要跟我结婚。我只好把这笔钱单独的存起来，想等他的热情冷却以后再还给他。因为我不相信现在有一个女人会痴心到爱一个男人爱一辈子的。你们也许不相信，我可以把账号写给你们，你们一查就知道了。啊，顺便把这笔钱还给他的家人吧。因为我对我老婆的誓言，所以我每跟一个女人交往，就会换一个手机号码。跟新宇分开以后，我就把手机号换了。你换的哪个号码啊？你得说清楚。我手机号码的秘密你都知道了吧？还要重复吗？我们知道跟你说是2回事。其实很简单，我有一个固定的全球通电话号码，呼叫转移可以把打进这个号码的所有电话转移到任何一个号码上，当然包括神州行。这样呢，又不耽误工作，也可以很好的控制私人问题，掌握主动权。16号晚上，新宇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我很意外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固定号码的。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，要我去画廊找他。我怕再次陷进去拔不出来，就没有去。直到你们来找我，我才知道他自杀了，而且是用我用过的刮胡刀片割腕的。你撒谎，你去了，你眼睁睁地看着新宇死的。你说你没在案发现场，有证据吗？证人是谁？你们没有在现场发现我的指纹吧？对吗？从刮胡刀片上化验的 DNA 结果，只能证明我跟新宇有来往，并不能证明是我杀了他，也不能证明是我把刀片拿给他的。我们一起住过，他要留我的东西很简单，还有那3张动画效果图是我几天前从报箱里拿到的。至于其中1张为什么和新宇死的时候状况很相似，我无法解释，只好请你们调查。你对法律程序倒是挺了解的啊。那法律要求用证据说话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怎么办案用不着你操心，老老实回答问题。案发当晚你到底在哪儿？既然你对法律这么了解，应该知道不说的后果吧？我知道。我有不在现场的证人，不过你们去找他的时候，最好带着我的照片。证人姓名？邓小红，玉峰中学的老师。是你们找我？
认识这个人吗？知不知道他叫什么？我知道，韩学兵。他怎么了？